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始讲啊。首先啊，欢迎大家前来捧场。我是西安交通大学2019级的本科生。我的超理论坛 ID 是 iron.ftl 啊，这个可以在超理论坛的帖子上看到。跟寒假的讨论班一样，这个量子力学的讨论班是我项目组内部的讨论班，不过借助这个跨校理科论坛的平台，可以向各个感兴趣的同学开放。好，我就说这么多。好，我再把进度计划再说一遍。前5次的时候，我们会主要处理这个基本概念和形式理论的问题，参考书是朗道的第1到2章和狄拉克的第1到4章。后5次就是一些初等应用。好，每一次的讨论班应该是会持续90分钟，大概每40分钟休息一次，休息10分钟左右，相当于2次课，是吧？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讲。首先是基本概念的问题啊，讲量子力学基本概念，首先要讲这个几个量子力学的几个基本假设，对吧？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确定性原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量子力学是起源于什么地方，或者说为什么会有量子力学这个东西。这套理论它源于一个问题，就是经典电动力学它不能解释原子现象，它无法解释原子现象。比如说以卢瑟福的这个核式结构模型为例，啊，这个应该画虚线是吧？如果我假设一个电子是按这种匀速圆周运动绕着这个原子核做这个运动的话，那么因为这个电子它是在做一个加速运动，对不对？它肯定会辐射出电子波，然后损失能量，最后肯定会摊到一起，结果就是这个原子会崩溃掉。然而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所以经典电动力学在解释原子模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所以才引出了一个新的力学体系。也就是说，要解释这个微观层面的现象，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但是我想想看啊。由于如果我不太想按照历史的各个实验的顺序讲，因为那样的话会比较杂乱，逻辑不是很顺。但是如果直接用电子的波动性引入的话，又有点过于突兀，所以我把这个历史以最快的速度简单的回顾一下，把历史最快的速度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好，首先是一切的根基在这里，拉格朗日和哈密顿等等这一系列可以算是数学家的人，他们创造了分析力学。分析力学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牛顿的矢量力学公理化。他给出了几个互相等价的体系，比如说拉格朗日力学，比如哈密顿力学等等。的矢量力学公理化，往后所有的理论物理都是在套这个套路或者在套这个框架，不管是电动力学还是量子力学还是统计力学，这是一切的根基。好，那么到了这个19世纪的时候，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法拉第怎么写的？还有麦克斯韦，他们建立了最原始的第一个次，就是说建立了这个最传统、最原始的经典电动力学。法拉第和麦克斯韦这套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最原始的经典场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发现电子，所以在他们看来，场是本质的。这个电荷它只是场的激发。这是一套最原始的经典场论。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已经分出了2条路，分2路啊，这个不够了。我想一想，我看是不是换一个？算了，不用换。它这个还是这样开始就分了2条路，一个就是
由麦克斯韦方程组和伽利略变化不写变这个问题引出来的。这个我的电动力学讨论班第一次也讲过了。它与伽利略变化不写变。这意味着经典力学或者牛顿力学的体系，它和这个经典场论是不相容的。解决这个问题是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这个字我想一下，他在1905年的时候提出的狭义相对论。找到了这个经典场论的，可以说也更基本的、更基本的、更基本的原理。他用的是洛伦兹变化的方法，就相当于说把经典力学作为它的一种极限情况。好，第二条路是这样的，老汤姆森在1897年的时候发现了电子。由于在麦克斯韦和法拉第那个年代，他没有发现电子，他认为场是本质的，电荷是场的极法，这个法子没有写。但是等到1897年，老汤姆森发现了电子呢，这个情况就变了，是吧？因为有了一个物理实体之后，你就不能再说去场是本质，然后电子是场的极法，因为电子有个东西在那儿，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洛伦兹就把这个原始的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提出的这个麦克斯韦方程组给改了一下，或者说改进了一下。他整出了一个叫做介质中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这个东西。它一些基本结论是这样的，就是你对于微观的电子来说它的这个电场，它据统计平均可以得到这个宏观的电场。然后对于电子来说，这个磁场强度，你取统计平均得到的是宏观的这个磁感应强度。所以用洛伦兹改进过的这套麦克斯韦方程组，我们得到了现在电动力学经常讲的那个用 E 和 B 的那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而不是当年麦克斯韦、法拉第用的 E 和 H 的形式。好，那么现在的我这样说一句吧，现在的这个电动力学这个，我用过什么东西？对，现在的电动力学课程它是个什么东西？它应该是把这个玩意儿框起来，然后作为现在的电动力学课程的内容。但是其中有问题，对不对？我们电动力学讨论班也讲过了，狭义相对论里是不能有，就是相对论里是不能容忍刚体存在的。换言之，就是狭义相对论为基础的理论里面，它的基本粒子绝对不能有大小，也不能有体积这种东西。然而电子是有体积的，所以这个场论和这一条线，场论和电子发现电子这条往后走的这条线已经有矛盾，这个时候，这个矛盾一直延续了下去。直到后面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矛盾其实也跟这个有关系。当然了，后来什么像费曼和温伯格那批人搞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 QFT，把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统一了。但是广相和 QFT 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是后话再说。看一下，好，沿着那个场论那条线呢，就是爱因斯坦一个人然后这个1915年的时候他创造了这个广义相对论。沿着这个发现电子这条线呢，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发现了电子，我就说明原子不是最小不可分的单位，对不对？就要解释原子结构。好，就要解释这个原子结构。解释原子结构呢，首先第一，这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或者说相对成功的模型，就是1911年卢瑟福的这个核式结构模型，就是刚才提的那个东西。1911年的这个核式结构模型。当然，这个模型的问题刚才已经说了，它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稳定。按照这个模型的话，如果用经典动力学的理论，那原子会立刻崩溃掉。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模型，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卢瑟福的学生波尔，1913年的时候，提出了不知道他用一种提出了一个波尔模型。波尔模型是个比较非常非常诡异的东西。他在3篇文章里是先空降三个基本假设，一个是轨道量子化然后这个是能量量子化，这样的量子化。
然后再就是角动量量子化。它是先空降这三个不知道从哪儿，至少从它的文章里看不出来，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基本假设，然后猜出了这个波尔模型，氢原子模型，也就是所谓的旧量子论，或者说你可以叫它一个半经典半量子体系。至于他后来根据一些文献，他是怎么得出这三个基本假设的呢？他应该是通过这个巴尔默公式，就是那个巴尔默氢原子光谱那个东西，然后他去反推用怎么样的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才能可以推得这个巴尔默公式，然后把这三个基本假设猜了出来。等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把这三个基本假设放在前面，然后就猜出了这个波尔模型，就非常的诡异，好吧？当然，波尔模型的问题其实更多啊。首先，它只能解氢原子；其次，它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它非常的这三个基本假设既不基本也不也就是非常的奇怪啊。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这个旧量子论显然是需要继续发展的，它是一个半经典半量子的体系。好，那往后走，然后这个奇特的人物来了，这位法国公爵德布罗意，1924年的时候，注意啊，法国贵族啊。这位法国贵族，不知道为什么他本科学历史，不知道怎么回事，PhD 突然想去读理论物理，去跟着朗之万读了个博士。然后他博士论文的时候呢，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启发，他看到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有这两个方程啊，光电效应提出解释光电效应的时候有这两个关系式，一个是光子能量等于 hU，一个就是光子动量等于 h 比乘 lambda，这是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提出的方程。他居然认为任何一个粒子都存在这样一个波，不仅是光子，这个波的波长可以类比光电效应中光子的这个动量的表达式，把它改一下，等于普朗克常量除以这个粒子的动量。这就是非常奇特的一种假设。然后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然而，第二年，老汤姆森的儿子 G.P. 汤姆森，小汤姆森，为了验证他这个博士论文这个布置波的假设是怎么回事，他做了是不是对的？他做了个电子波衍生实验，然后惊奇的发现电子居然真的有波动性，于是就敲开了量子力学理论的大门。之后，不管是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还是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都会在随后的几年建立，然后构建起整个完整的量子力学的体系。然后我们今天讲量子力学呢，由于从逻辑上考虑，我们就从电子的波动性这个问题来引入。